安琪走啊！我今天早上顺便去志大黄他家看他，他心情居然变得超好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把安琪写给他的信全部拿出来给我看，跟我比手画脚半天，我才搞懂。原来啊，他要趁这段禁足的时候，重新好好背这些信，真是服了他。你没看到他那种超开心的表情，真的是超陶醉的。小雨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受，可是相信我，现在绝对不是谈论儿女私情的时候。我老爸说武力裁决所非常的实际，绝对不会浪费时间。扳倒进了刀锋的庇护所，他们动不了他。而志大狂也中了束环针，在刀锋的庇护当中。照理说，他们应该会暂时休兵，可是他们派出的武师吴，却仍不肯善罢甘休。所以我老爸推算，他们是针对你的右拳而来。各位同学，我是中级一班的代理班导苏木吉啊。本来我昨天就应该来的，但是我实在没有勇气。你们知道这个是需要心理建设的。心理建设。你们都看到我举白旗了吗？你们不要紧张啊！你们不要紧张啊！我是纯粹为了这个。peace， 教官，你要不要进去嘘嘘啊？你看，尿失禁了，尿失禁了！教官，喂，你们真的很糟糕啊！教官第一天来我们班当导师，你们就把他吓尿裤子。哎，下巴跟梁子处理一下。别！我只是早上水喝多了，你就知道我这个膀胱，我就。这两位新同学我怎么没看过啊？教官，这是对岸转来的交换学生下巴跟梁子妹妹。什么？下巴梁子？好好笑的名字啊！有吗？奇怪啊！安可以10秒钟连续的让下巴50下，不叫按下巴叫啥？那倒是，我可以两指10秒捅人家鼻孔50下，不叫两指叫什么来的？真的假的？你开玩笑的吧？不行啊，不行，再让新导师试试。好，你先我先。啊，试啊！哎呀，这个会不会太麻烦了？这个慢一点啊，不就来？我看金宝山又在带头作乱，我们得回班上看看。小雨，平常你的沉默我是习惯，只不过丘吉尔说得好，暴风雨前的宁静，是为了酝酿接下来发生的事。是。久违了，武力裁决所的武师。劝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，我的时钟剑绝对快过你手中那支针。啊，Sir，的确是比汪大东西，不过都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每次的段考分数都会纳入学期的总平均里面去评比。教官知道各位志不在读书，可是就像教官志不在巴勒高中，而是在整个教育界。教官有一个志向，那就是我要到深山里面去教导那些原住民学生们念书。其实啊，
教官也是有许多的优点的，就像像啊，你的下巴伸得挺好，打起来也顺手。是啊，鼻孔也大，好瞄准。其实你们只要跟教官多相处一点你就会知道我除了下巴跟鼻子以外，其实还有很多的优点其实教官是一个有理想的教育工作者。我以前也是有混过的所以什么大场面我没有看过屋顶上有人在决斗，好恐怖！谁在决斗啊？亚瑟王跟那个哪一个？哎呦，安琪妹妹啊！周一班。放弃吧，亚瑟，让我把鼠环针刺进你的身体里，带你回去见裁决人。别打，反正我们战力差这么多。亚瑟，我们来了！别过，可以应付他。那不是教官吗？他怎么比我们先到？我刚看到那个山西妹妹哪呢？教官鼻孔跟下巴明明都肿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他不是真的教官。他是谁啊？小雨，输不起，我本来就很讨厌你，今天终于成功的把我激怒了。插回来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刚发生的事，谁可以解释一下？现在是我的错。 Sorry。那个人走了，他应该不敢再回来了。不会再回来了吧？不好意思这一大早我不想让这气氛那么低迷嘛。段超人，讲正题。亚瑟王，这石中剑连界剑身的石头，你以前有没有拿下来过？石中剑说，老爸在我9岁那年，在苏比士古董拍卖场向一个苏格兰公爵购买。那时候，那公爵就告诉我老爸，这把剑在他先祖之时便是这样。他们甚至认为那剑身之石是在当初铸剑时就已经事先看好，所以如果硬将剑石拿下，剑身必毁。可是奇怪的是，就在我老爸把它当生日礼物送给我那天，我发现我可以轻易拿下那锁剑石。锁剑石，你因为这块石头是用来锁这把剑。当我第一次拿起石中剑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他在等我拿下锁住它的石头。我觉得这把剑是活的，或者是说它里面的东西是活的，只不过是被锁剑石锁住而已。
要不是法律规定一大早不能喝酒，听完这毛骨悚然的故事，我还真得来一杯呀。法律没有这个规定。那太好了嘛！哎呦，哎，亚瑟王，你继续，别管我啊！我之所以等到和吴对战时才拿下所见时，所以从小到大有几次我按捺不住好奇，拿掉它时，就发现我变得极为残暴嗜血，几乎可以手刃我周遭所见任何活物。而那几次我只不过将所见时移开剑身些许而已。所以，所见时一拿下，剑就会控制你。不是控制，而是它就成为我。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，不过在我拥有这把剑没多久以后，我就确信只要所见时拿掉，我就再也不是这把剑的主人，而是这把剑才是我的主人。Oh my God！ 所以，一旦将所见时拿下，你也很有可能会伤到我。My God！ 宝山哥，你到底看到什么没有啊？的确是在我预料之中。你预料之中的是什么啊？我预料之中的就是，看样子宝山哥预料之中的事情一定在这望远镜里，难怪都不借我们看一下。哼，没错，我告诉你们，丁小伟还有亚瑟，甚至大东哥在我们班上的反常行为的答案，通通在这个望远镜的目标里。那我们直接过去就好了嘛。进来，同学，你当我是白痴啊？那直接过去，我早就过去了。你当我那张是伤在头部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跟我讲出那个白痴的对白吗？哈，不是吗？当然不是啊！你介意我那张是伤在头部啊？啊！万一我真伤到头部，那不就糟了？宝山哥，讲正经的好不好？不要忘你刚刚说到哪里啦。哦，我刚刚要说的是，我刚才说到哪里啊？你刚说你的内伤万一真的伤在头部，那不就糟了？哈哈哈哈！谢谢你，进来同学，谢谢你提醒我。不客气。不是了，宝山哥，你刚刚说我们班上最近所发生的事情的答案都在这个望远镜里头。我为什么要这么讲？我必须这边装白痴，因为这个秘密我要自己揭发它。哇，我这个内伤，真的伤在头部，那不就糟了啊？My God！ 不要回头看，先不要站立，拜托，先不要动。是怎样？我动不了。我也是。黑龙，好久不见了，黑龙。不说话就不对了，这样干站着也不是办法了。红龙，你现在叫断肠人啊？是，一个武功被废的人还能叫什么好名字？虽然以前名字也不怎么好听。旁边这位小朋友王亚瑟是老土人的儿子，石中剑剑魔所选中的剑魔。哼，不过如此罢了，离成魔的境界还早得很啊。你，另一位小朋友丁小雨，惊天动地的右拳还不错。不过把我派出去的尊都给击退了，可惜后继无力。眼前的他和武力裁决所还看不上眼啊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至于你，都废人一个，竟然还叫刀锋出来挡我！你赶快说明你的来意吧。
带话给刀锋。那个叫甜心的女老师，她要，我可以给她，但王大东我要。这小子遇强则强，超自然的无限潜能。只要他答应，我保证，武力裁决所跟刀锋从此井水不犯河水。这不可能，刀锋他……你只管带话就行了，红龙。哦，应该叫你断肠人才对啊！带就带，不必想，不是被你吓大的。哦，当然，我干嘛吓你？因为我本来就是你。哎，宝山哥，你还要看哦？我们今天还要上课哎！不要吵！哎，好像有人从那边过来哎。有吗？我怎么没看到？不要乱讲！监视这个工作是很困难的一件事，懂不懂？不要跟我吵！天哪，速度好快哦！不要吵的，而且他像飞了一样冲向我们来。有吗？没看到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原来是盖子没拿，我的视力1.2，怎么会看不到呢？那怎么还是黑黑的？宝山哥，你怎么了？我见过，我一定做太多那时候小心的事情，他现在带我走了，我真的倒霉，我真的谁啊？吵死，带回学校，吵死！记得那书吗？我要考大学啊！丢你个头啊！好，知道了哈，谢了，段长人。怎么了？黑龙先生呢？好啊，我就等他来。恩晴，这几天我没去上课，你会不会很担心我？我知道你一直没来看我，原因一定是因为我和小雨两人之间让你很尴尬，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全怪我真是超级大猪头。不过，或许小雨真的比我好，又安静又会弹钢琴。爸有事要出去，你一个人在家可以吗？千万不可以出去啊！医生说你要暂时自我隔离啊。好了，别无助了啦。医生说会好的，自己要有耐心，爸爸也会替你祈祷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你的信美国寄来的。我以为是安琪写的，可是他人不是在台湾吗？千万不可以偷跑出去哦！美国来的信，这是安琪的字啊！他怎么会从美国写信来？大东，我已经平安回了美国，相信你已经读过我要小雨转交给你的信。我知道没有当面去向你道别很过分，但
我们恢复成我还没回来之前的样子，好不好？这是回美国的第一封信，你一样可以不必回信，而我会继续写。大东会被这狗屁不通的东西困住才有鬼。我一定要找小雨搞清楚，他到底做了什么？为什么连信也不给我？这狗屁树完整，我跟你拼了！欢迎在over。左线电话并入，右线定位为并，高铁定位完毕，B点定位完毕，B点定位完毕。终究还是出来了，王大东，带走。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用我朋友段长仁的电话打给你。是你，刀锋。你以为几把狙击枪就可以困住武力裁决所的人吗？你们武裁所今天真的是精锐尽出啊！回案牍3个武师全部出笼，冲着这一点，我也只好摆出我的刀锋枪阵。现在围在你们周围的，就是我从各地调回来的影子枪手。他们也是第一次全员集合，算你有面子。顺便提醒你，他们枪里头装的是以色列军方的管制品——大卫之星9厘米磁爆弹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无看下面，上好较巧的。漂亮。我想这一切应该都是兵器之母刀鬼的杰作。算你识货。领教了，刀锋。但记住，不是怕你，而是还不是时候。喂，手机留下，撤。段长仁手机被带走了，得赶快找人救大东了。速环针已经开启，我们要分秒必争。小朋友，开工了。我见鬼了！我快要死了！我错事，我撩嘞，我 Q 干了！老三哥，你拿十字架跟大蒜驱邪，万一对方是拜拜的鬼，你怎么办啊？可是电影里面的吸血鬼都好怕大蒜跟死鸡鸡啊！对啊，
那万一不是吸血鬼，是真实或僵尸，那怎么办？那不是好笑啊？不就巧啊？对嘛，俺爹说过，平日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儿。包三班长啊，你手上拿的那个十字架，俺是没有什么意见，但是那一串大蒜，我看啊，还是留给俺中午吃饺子用好了。下巴同学说的相当有国际水平。现在虽然科技那么进步，但神鬼说还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十字架驱魔是国际的标准动作。至于大蒜嘛，还是留给我们两姐妹中午吃饺子用吧。哎，我听你们两个姐妹讲话，我不去给鬼吓死算了，各位，对不对？妹子，不如我送包三班长50个下巴，这样可以驱魔。可不是吗？宝山班长，我看你两眼邪淫，我负责送你50下两指，保证马上可以让你呼吸大量的新鲜空气，任何的邪魔歪道都不敢近身。你不要管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救我！你看啊，新同学欺负我了。统统回座位。Excuse me。各位，所罗门王说：“一句责备话，入聪明人心。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。”亚瑟的意思是，你们应该都是聪明人吧？对啊。好，我只说一句，但是责备话。你们太嚣张了。有吗？哪有啊？胡说八道！班导和大东先后有状况，不能待在班上，你们就变了样。现在我和小雨就代表大东行使中级一班老大的权利，督促大家继续考大学。不会吧？哎呦，不要啦！我今天见鬼了，还考什么大学啊？我肯定活不过今年7月啦！哎呦，所以啊，我要用剩下来的时间，我去当牛郎。金宝山。考大学好，考大学好，谁敢当牛郎，全家死光光。好，以后班导的课就由我暂代，数学课由小雨负责。喂，断场人。哦。怎么样？也不重吗？好，我知道，保持联络。金宝山，回座。哎呦，亚瑟，不公平啊！东哥说啊，我们终极一班是生命共同体，好也要在一起，坏也要在一起啊！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赶快告诉我！大哥，丢掉！说呀，快说！小雨，知道黄知道安琪回美国，他怎么知道？他收到安琪从美国寄给他的信，他看完信就冲出家里要找你。身上的素环针开启，知道黄当场被击倒。就是他。小雨，知道黄现在不在家里。段长人说今天还好是刀锋出手，及时介入，才挡住黑龙和他的武士。刀锋赢了。段长人说不算赢，只是刀锋正式的让武力裁决所知道，他是认真的。我是要找大东。小雨，知道黄应该伤得蛮重的，我想他应该没办法接手机，而且刀锋怕他再擅自出门，已经将他带离他的住所。至于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。小雨，现在知道黄身上的束环针已经被全然开启，若3天内没办法解掉束环针，那么他身上的束环针就会自动执行指令，到时候他体内成千上万只小针就会群起而攻。
是哪里？我怎么会在这呢？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，躺好，躺好，不要乱动。躺好，听医生的话啊！我不是医生，他才是。那您是？我是护士。啊，是。哎，医生好。不要乱动。咱们俩认识吗？您放心，我不是您想的那个人。谢谢。这个探病的时间不要太久。是，遵命。我知道，大同，你在着急安琪的事，对不对呀？大东啊，这安琪她要回美国是她自己的决定，她不想在你跟小雨之间做任何的选择。这样吧，等一切都恢复正常之后，你再去处理这件事情，好不好？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你身上的速环针已经启动了，你只剩下不到48个小时可以救你了。担心爸妈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他们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这家医院呢，是刀锋组织所属的人小鬼大综合医院，全院上下都会全力配合来医治你。而且，他们还让你爸妈以为啊，你得了某种传染病，要隔离起来。大东，振作一点啊！没什么事难得倒你的啊！老跟我站在你这里，我挺你。别忘了，你可是汪大东啊！啊！探病的时间到了。啊，太快了吧？啊，那老哥就先走啊，拜拜。躺好了，躺好了。你哭了哦。哼哼。大哥大嫂，谢了。哎呀，您还谢我呢。这武力裁决所的黑龙是我的亲弟弟，您没拿我出气，我就该偷笑了。你们兄弟还真像啊！我跟他虽然是双胞胎，但心性差异可真是天壤之别呀。其实也不错了啦，你跟他作对，他也没给你怎么样，他还有兄弟之情啊。这您就不知道了。他不杀我，是为了达成自己修炼成魔的一种手段而已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继续活着，就会成为他心里恶念的拉力。这拉力越强，他心里邪恶的力量就越往上增长。到他真的修炼成魔的那一天，恐怕也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。有了，素环针有解了。武财所早就把我当初设计的素环针给改了，它基本上是无解的。无解？怎么可能呢？你是素环针原始设计人，里面的结构设计清清楚楚的，我们都在等着你破解。所以我才说有了嘛。刚刚说无解，现在又说有解，啊，无你今麦是你讲啥了？哦，恁查某人办代志实在哦。你是在讲啥？大哥大嫂，不好意思，小弟家里衣服还没收，我先回家收一下。奶奶，我有事问你。是。你出自于武财所，你应该知道天底下有没有哪一种武功是可以出手威力无比，但又不会伤害对方人身的。大嫂，您真问倒我了。这武力裁决所几乎囊括所有天下武林的绝学，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一种功夫它是威力无穷，但又完全不伤人的呀。
你有没有脑袋啊？你不会动动脑想想看呐？好，无你今麦是咧问三碗糕啦。查某人办代志，你点点啦。拍谁？有了，屁人酒盏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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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你这臭老头，干嘛一直对我发出那怪声音？你不要我是高中生，我可是在混的哦，我跟你讲。想不想学一种独步武林的绝世武功呀？金榜散。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不只知道你的名字，我还知道终极一班 Q 榜王大东，还有你一直想探究的所有反常之事的秘密。你没错，我。只要是看过周星驰电影的人，就应该知道，我就是那种专门卖武功秘籍给有缘人的高人。前辈，来，不必多礼，赶快起来。我告诉你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换地方看。走。哎呦，前辈啊，你小心一点好不好？你臭小子，你不会轻功啊 ？Sorry， 以前会那么一点，现在因为有内伤。好了，那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赶快离开，换地方。好，小跑步 OK。立正，立正，手有这。坐。马瑟，你有断肠人的手机号码吗？我连你的手机号码都没有，更何况是断肠人的。那你老爸找得到他吗？小雨，你不要急，自大皇现在的安危是由刀锋组织在接管的。大东身上中的素还真，都还没找到解救的方法，我们不能只在那边干等。小雨，我们现在确实只能等。跟你老爸说，我要见黑龙。我相信他找得到黑龙。你要见他做什么？用我换大东，让我进武才所，用我交换素还真的解法。你真的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亚瑟，我相信黑龙现身的那一天，你和我一样，都感受到黑龙的暗示。只要我们进武才所，他就会帮我打破右拳只能使用一次的限制，而你的时钟剑将不再受到剑中之魔的控制。小雨，你真的以为你进了武力裁决所，黑龙就会答应解掉自大皇身上素还真吗？我的右拳有一个可以源源不绝使用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震碎我的龙骨死穴。丁小雨，震碎你的龙骨死穴，然后在你挂掉之前，就有源源不断的战力，可以大量使用你的右拳。我警告你，丁小雨，你不准再讲这件事，你想都别想。只要我们不断使用我的右拳，
哪怕是片刻，全力一搏，我一样可以摆平黑龙。够了，不要再讲。大东，谢武还受伤了。不是好不好，丁小雨？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想。前辈，你刚不是说换个地方，怎么跑了一圈又是原来这个地方啊？嘘，懂什么呀？我的最大幸福是发现了我爱你。